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王。这一次我们来上手评测一下搭载了最新款 i7-1280HX 处理器的高性价比游戏本欧盟暗影机灵8 Plus 高能版。最近英特尔12代笔记本处理器的更高端的新成员 H55系列正式上市了。之前的 H45处理器最大核心数量只到6性能加8能效。 而新的 HX 后缀的 H55处理器则提高到了8性能加8能效，功耗上限也拉高了，看起来就很猛的样子。英特尔说是面向工程师、专业创意人员、科研人员和高性能电脑发烧友相当于是移动工作站用途。然后我们的老朋友惠普也发售了搭载 H55处理器的新笔记本暗影机灵8 Plus 高能版，其中搭载12280HX 的型号是所有相同 CPU 的新笔记本中最便宜的。 搭配16G 内存、1TB SSD、3070 钛显卡、QHD 165赫兹屏的版本，首发价只要11999，后面通常价格也就高几百块钱，跟很多12270H 加3070钛的机型价格都差不多了。大家都知道，我个人是比较热爱高性价比产品的，加上12代笔记本 H45处理器上市的时候，我们也玩过暗影机灵8，感觉也是相当的不错，所以这次当然也是要整回来研究一番的。 这次的暗影机灵8 Plus 高能版模具外观和不带高能后缀的暗影机灵8 Plus 是一样的。暗影机灵系列一贯的风格就是偏简约低调一些，在游戏本之中属于是比较收敛的类型，甚至还有一点商务的味道。带去上班干活也不会让老板以为你是拿来方便摸鱼的。打开笔记本之后，在 B 面可以看到一块17.3英寸大屏幕，屏幕的下巴大概是2指宽。有的朋友不太喜欢宽下巴，我个人就觉得还好，剩下3条边框都是比较窄的。 暗影机灵8 Plus 高能版搭载的屏幕是曾经大家都叫 2K， 现在各大厂家都叫 2.5K 的 QHD 分辨率，165赫兹的高刷屏，实测最大亮度350尼特中规中矩，在120尼特的常用亮度下，测得色域容积是100% sRGB， 但是覆盖只到97%左右又是蓝色缺了一块，大概又是为了什么防蓝光护眼吧。在示波器中倒是能看到它确实是 DC 调光的。 我手上这台机器出厂没有校色 ，Delta E 比较高，校准过后平均 Delta E 在1以内，最大是到了3.8，就是蓝色那里的偏差也是可以满足日常娱乐需求。专业修图就还是外接专业显示器比较好一点。UFO Test 黑白闪烁测试中，最大亮度下，示波器测得的上升下降时间只有4.5不到，说明屏幕响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可以满足电竞游戏的要求。 这台笔记本上半身最大的缺点就是转轴比较的小巧精致稳定性稍差，比较容易晃动，在17寸的机型上面会比较明显。过来看看笔记本的下半身，暗影机灵8 Plus 高能版，即便是基础配置，也搭载了带 RGB 灯效的光轴机械键盘，还是全键无冲的，按键点击手感噼噼啪啪的，比较的清脆。键盘的灯光颜色支持在欧盟游戏中心中进行单键调整。 布局方面，它带有全尺寸的方向键，左边还有一排功能键，但是没有小键盘。键盘外设这种东西比较的主观，对这一块比较在意的同学，建议有机会到实体店自己试玩一下。笔记本的底部同样是大面积的进风口，直接就能看到热管和风扇，加上转轴位和侧面的出风口（括号转轴位因为中间不出风，所以算2个出风口错过了惠普宣传的2进3出5风道。 在之前暗影8的评测中也能看到，这个系列的散热表现确实是可以的。这台笔记本的3070钛，按照官方的宣称也是能上到150瓦的。接口方面比较的齐全，常用的都有了，也有最新的雷电4接口。因为这是一台17.3英寸屏幕的笔记本，所以整机重量还是比较高的，去到了2.9公斤多。然后为了带动这次的新处理器和高性能的独立显卡，即便是基础配置的暗影机灵8 Plus 高能版，也配了一个330瓦的电源。 这个电源同样有一台迷你主机这么大，重量超过了1公斤。本体加上电源，整套的旅行重量超过了4公斤。天天背着跑步的话，可以很好的锻炼腰背的力量。接下来看看这台机器内部的配置细节。第一个看的当然是这一次的重点新 CPU， 暗影机灵8 Plus 高能版搭载了第12代英特尔酷睿 i7 处理器 i7-1280HX。 这个 CPU 依然是12代的性能核加能效核的混合架构设计。英特尔宣传的时候还是打着“易购一战封神”的口号。 12280HX 是8个性能核加8个能效核的16核24线程，虽然是叫做 i7， 它的核心规格其实已经比 i9-12900H 还高，和桌面端的 i9-12900K 相当了。CPU 在里面干脆识别成了 LGA1700当然这个是错的。 根据 Intel 官方放出来的 PPT， 新的 H55处理器 PCB 尺寸和桌面的12代 CPU 是一样的，封装从 LGA 换成了 BGA， 以及少了顶盖，薄了一些。 12280HX 的最大睿频比12900H 低了一点，给老 i9 留了一点面子。
不过大家都知道，移动处理器在实际使用中，特别是长时间运行时，性能表现主要还是看分配到的功率，而 H55处理器的功率上限显然是比 H45要高的。在 IW4里面可以看到，12800HX 的睿频是比 12700H 要更高的，特别是3到6个核心有占用时，12800HX 的睿频会高不少。全部核心同时睿频的话，差距反倒是比较小的。然后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 H45处理器的核显最高是96 EU 的 Iris X1，而 H555则只是32 EU， 和桌面版的 i7、i9 处理器一致让人的感觉就像是桌面 i9 直接换了一个封装塞进了笔记本里面。在实际跑分测试时，为了看到12800HX 最好的表现，我们再次在欧盟的游戏中心里面开启了狂暴模式，风扇也是调到了最大的转速。作为参考，我们找来了一台1270H 加3070 Ti 的笔记本电脑，这台机器的性能释放同样也是比较好的，显卡一样是150瓦。这次测的2台笔记本都支持显卡直连 ，CPU 跑分我们对比确认过，也是搭载1270H 的笔记本中最好的那一档跑测试时也是最强性能模式加风扇满速。这次的2台笔记本都是用的 DDR5 4800的内存，不过比较有意思的是，在暗影精灵8 Plus 高能版上面，内存的延时要低一些不知道是不是 CPU 的原因。IW4里面识别出的内存时序特别的低但是在 CPUZ 里面看又是正常的。毕竟是新平台，可能是这些软件没来得及更新，数据库识别不准。我们已经还原过这台机器的 BIOS 了，确认过默认就是这个情况。好，那么来公布跑分成绩。在 Cinebench R20和R23中，12800HX 的多核得分大约比 1270H 高了 10%， 单核分就只多了一点点毕竟都是12代 Alder Lake 架构，单核最大睿频差距也只有 0.1 而已。连续10次 R23测试，暗影精灵8 Plus 高能版的成绩非常稳定，只有100-200分的浮动，说明散热表现还是不错的。3D Mark 物理分 TS 测试中 12800HX 领先的幅度小一点 ，TS1 和 FS1 中 12800HX 都强了超过 10%。3D Mark CPU Profile 3D Mark 单独的 CPU 测试，不同线程数下都是 12800HX 占优。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明明同样是150瓦的3070 Ti， 暗影精灵8 Plus 高能版的 3D Mark 显卡分也强了一点 ，FS1 中高了接近 5%， 可能是 CPU 功率上限的原因，也可能是整机功率分配策略导致的后面跑游戏时，除了特定的项目外，都会选择最低画质，减少显卡体质和功率的影响，毕竟重点是看 CPU 性能的差别。多线程渲染软件 V-Ray 5 12800HX 的提升接近 15%。W Prime 中 12800HX 的多核运算速度也是快了10%几，单核反倒是 12700H 略强了一丝丝。代表短时任务生产力，正常应该是吃单核性能的 Crossmark， 12800HX 还是全部胜出，个别项目强了甚至有 10%， 估计是功率和睿频策略的原因。接下来是 Pugebench 的 Adobe 软件测试 ，Photoshop 项目中2颗 CPU 基本上打平，看来这个软件还是吃单核为主。而 PR 测试中 1270H 反倒还强了一点，如果不是优化问题的话，那应该就是核显的原因了。现在的 PR 版本中 Intel 的核显是可以和 NVIDIA 的独显一起合作解码的，可以看到回放得分 1270H 这边确实是要高不少。专业软件跑分合集 Spec Workstation 12800HX 的提升从 8% 到 10% 几不等。7zip 因为受到 SSD 的影响比较大，这一次2台笔记本的硬盘不同就没有跑了。接下来是游戏测试，先来几个吃单核的电竞游戏 ，CSGO 1080P 最低特效 ，12800HX 高了几十帧。在 Dota 2里面能看到 12800HX 游戏时的睿频确实会高一些，帧数也高了 5% 到 10%， 实际占用的功率倒是只高了几瓦，这样应该就是睿频策略不同的原因了。在吃鸡 1080P 3级制中 ，12800HX 的频率同样高了不少，不过帧数的差距并没有这么大，只有 10% 左右，可能是受到了内存这边的限制毕竟两边都是 DDR5 4800，在这个游戏里面 12800HX 的功率会高上10几20瓦算是个小小的缺点吧。再来几个单机游戏，古墓11 1080P 最低画质，刚开始 12700H 的帧数会和 12800HX 差不多，但是多跑2次稳定之后 12800HX 还是有10帧的领先，大约是高了 6%。赛博朋克2077中差距也是差不多这样，远酷6中的差距就比较小，只有5帧，约 3%地平线5中的差距就又恢复到接近 7% 了。然后这一次我们还尝试了一下在 2K 最高画质下玩游戏，看看会不会有差别。毕竟通常来说，这个时候主要看的是显卡。
在古墓11中，暗精灵8 Plus 高能版高了8帧，约有7%的性能提升。开启后台监控后可以看到，虽然显卡吃的功率差不多，但是8 Plus 高能版这边给 CPU 的功率上限更高，12800HX 可以上到670瓦，而12700H 这台笔记本为了优先照顾显卡 ，CPU 功率被限制到保底的35瓦，反倒扯了一点后腿。赛博朋克2077的 Benchmark 统计也是12800HX 的帧数表现比较好，不过在录屏中可以看到，很多时候帧数差距并没有这么大。这款游戏大多数时候对 CPU 的要求没有这么高。核显我们顺带也跑了一下，32EU 对96EU，不用说差距肯定是巨大的，这算是 H45 处理器目前剩下的最大卖点了。性能测试跑完，接下来是考一下机，看看暗精灵8 Plus 高能版的散热和噪音表现。我们和跑测试时采用了相同的设置，狂暴模式加风扇最大转速。单考 FPU 20分钟之后 ，CPU 功率稳定在115瓦，温度最高约85度。FPU 加铁链圈双考20分钟，显卡稳定在150瓦 ，CPU 75瓦 ，CPU 温度最高约94度，还在承受范围内，显卡温度80多点，这个时候人为噪音接近54分贝，游戏本的正常水平。通过热成像可以看到，笔记本的 C 面可以说是相当的凉快 ，WASD 位置居然只有30度出头，倒是右边中间温度会高一点但也是只到34度，游戏时手的体验还是相当舒服的。只有进出风口处直接测到热管和散热器鳍片时温度会比较高，这些地方正常手是摸不到的。然后我们测试了一下，将风扇模式切换到自动，按照通常的习惯跑了一下游戏。赛博朋克2077 2K 最高预设，光追超级加性能模式的 DLSS， 在 V 加楼下正好满足60帧的要求。不过风扇的转速也自动提升到接近满速，所以噪音和手动开满时是差不多的，基本压在54分贝以内。因为 CPU 没有吃满，功率只上到了65瓦，所以热成像测温度能看到比刚才双考时还略低了几度。那么最后是将笔记本拆开来看一下内部，拆解的方法还是比较简单的，拧开8颗螺丝，再打开后盖就行了。就是后盖卡得比较紧，要用吸盘吸比较边角的位置，同时比较大力才能打开。不过好在我们仔细看了，没有发现掉卡扣的情况。内部做工和之前拆过的暗影精灵8一样相当规整，电池容量和暗影8一样是83瓦时，但是续航要弱。PC Max 时现在办公只有2个多小时，毕竟 CPU 功耗高了不少，这电池就当是自带 UPS 吧。SSD 位置有2个，除了自带的系统盘以外，还有一个空位，而且都准备好了散热片，这个要好评。主 SSD 是 PM9A1 非常经典的 PCIe 4.0 OEM 盘，这个大家都很熟了吧。内存是2根海力士单面 DDR5 8GB， 旁边是 H211 无线网卡，暗影精灵8系列全部都是标配这一张 WiFi 6E 无线网卡的。最后顶上是巨大的散热器模组，虽然热管看上去数量少一点，但反正合计225瓦的功耗它压住了。而且根据惠普的说法，高能版是首次使用了8149高性能硅脂，说是含有镓离子化合物，镓就是液晶的主要成分之一。据说这种8149硅脂导热性接近纯液晶，但又避免了纯液晶具有流动性跟导电性的缺点。好，那么来到总结时间了。12800HX 的整体性能对比12700H 还是有着明显提升的，因为功率和睿频策略的原因，虽然单核跑分看上去差不多在实际的应用和游戏中，即便是核心不会全部吃满的场合，12800HX 表现依然要好上一些。不过对应的核心多了，睿频高了，就导致功耗也上升了不少，所以对供电和散热的压力就变大了笔记本的体积相应也要做大一点，就会导致价格上涨和便携性的下降。不过这一次的暗精灵8 Plus 高能版价格还是相当之给力的，就像开头说的那样，和很多12700H 的机型价格都相近，额外多出一节性能还是很爽的。模具也是经过市场验证的经典款，唯一影响选择的就只有便携性了。如果你是宿舍党，整个学期基本上就是放着不动，只有放假时需要搬一下，那就挺合适的。或者你真的有每天携带高性能电脑移动的需求，同时又想锻炼一下身体那么也是相当值得考虑的，大屏幕看着也会更爽一些。好，那么这期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新闻中顺便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我是一王，下期见，拜拜。